请你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哦，时间是1982年，在科罗拉多州，对，而且是在一个零下30度的暴风雪深夜，有个警长他在飞机上，你知道吗？万尺高空，在飞机上，对，然后他不经意的往下一看，竟然在那个漆黑的山脉里看到模式密码在闪，哇 ，SOS 求救信号，就是 SOS，一场急急救援就这样展开了。救援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从那个极稀深的雪堆里救出一个男的艾伦里·菲利普斯。当时媒体都报很大，对吧？称他是幸运儿。没错，全美都觉得他超幸运，但整个故事最骇人的转折就在这里。这个救援救起来的根本不是受害者，他是一个凶手。他是一个几小时前才刚残忍杀害了2名年轻女性的凶手。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深入探讨这些资料，揭开这起后来被称为橘色短袜谋杀案的著名冷案。橘色短袜，对，这不只是一桩罪案，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80年代那种偏远山区的社会脆弱处。而且也见证了这40年来刑事侦查技术的飞跃，对吧？没错，真的是难以置信的飞跃。我们会一起来梳理整个案子，从犯罪的发生到初期调查的瓶颈，然后再到最后撕开凶手伪装的那个关键技术。好的，那我们就来深入拆解一下。故事要回到1982年1月6日，地点是科罗拉多州的滑雪圣地布雷肯里奇。对，你要知道，在当时那种山区小镇，公共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搭便车很普遍。没错，几乎是当地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但这种文化也给了掠食者一个完美的作案环境。这是一个关键的环境因素，而且不只是搭便车文化。你刚才也提到案发当晚的天气，都对，极端恶劣的暴风雪，能见度几乎是0，这种情况会让受害者很急，也很脆弱。看到有车愿意停下来，可能想都不想就上去了。就在这种天气下，悲剧发生了。那天下午4点45分，一个21岁的女生安奈·施内在药局最后一次被看到后就失踪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梦想成为空姐的自由灵魂。然后才过了3个小时，晚上7点50，另一位29岁的女性 Bobby Jo Alberholzer， 她在酒吧庆祝完晋升，也搭了便车，然后就人间蒸发了。对，她的丈夫杰夫整晚都没睡，隔天一大早就在风雪里找人，然后他在路边的雪地里发现了太太的包包，不只是包包吧？还有一张沾了血的纸巾跟一只沾满血的手套。哇，这些证物马上就指向一场暴力事件。没错，搜救队很快就在附近的胡希尔山口，在雪堆里找到了 Bobby Jo 冰冷的遗体。他胸部中弹，手腕上还有塑胶束带，这代表他生前被绑过，而且有激烈挣扎。对，然后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2样东西，这2样东西在40年后变成了破案的关键。是哪2样？一个是 Bobby Jo 的丈夫杰夫亲手帮她做的，用来防身的黄铜钥匙挂钩。那另一个呢？另一个就是一只颜色非常鲜艳的橘色短袜，这只袜子不属于 Bobby Jo。好，这里就是整起案件最吊诡、最像电影情节的地方了。真的，就在 Bobby Jo 失踪的当天晚上午夜，消防队长 Dave Montoya 接获调度，要去另一个山口瓜内拉山口执行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场奇迹救援。对，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巧合。一个正在进行的英雄救援行动，主角竟然就是几小时前才犯下谋杀案的凶手。当时完全没有人能把这2件事连在一起。那个蒙托亚队长，他在雪堆里找到了受困的 Alan Lee Phillips。他后来回忆说，菲利普斯的脸上有一块非常明显的鲜红色的淤青。菲利普斯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哦，天太黑了，不小心撞到自己的车门。”在当时那种混乱的现场，这个解释听起来也算合理，对吧？在当时完全合理，但事后来看就真的很可怕。怎么说？ 40年后我们才知道，
那块淤青根本不是撞到车门，那是Bobby Joe 在生命最后一刻用她丈夫送的那个防身钥匙挂钩奋力反击留下来的印记。哇，然后她那只沾血的手套，后来经过 DNA 分析，上面的血就是来自 Phillips。所以那个救援现场其实就是犯罪现场的延伸。没错，但我们回到最初的调查，警方当时根本没注意到菲利普斯这个幸运儿，对吗？对，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另一个人身上，就是鲍比乔的丈夫杰夫。是的，这对杰夫来说是双重打击，刚失去太太，马上又被当成凶手。这真的太惨了。警方为什么会怀疑她？只因为她是丈夫吗？不止，还有一个看起来非常有力的证据，在鲍比乔遇害6个月后，另一名失踪者 Anita 的遗体被找到了。然后在 Anita 的钱包里，警方竟然找到了杰夫的名片。哦，这在当时的调查逻辑下，连结性非常强。对，杰夫解释说他只是顺路载过 Anita， 所以给了名片，但警方不信。这在当时的办案思维里太常见了，丈夫永远是第一个被怀疑的。但这个观念几乎毁了她的人生。完全正确，他因此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社会性死亡。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山区小镇，被当成杀妻凶手。对，整个社区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在你背后指指点点，那种精神压力真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那真正的转捩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一个关键的发现，法医在 Anita 的遗体上发现了另一只橘色短袜，跟鲍比乔案发现现场的那只，正好能凑成一对，这就证明2起命案是同一个人做的。所以这也帮杰夫洗清了一些嫌疑。对，到了90年代，初代的 DNA 技术出来了，检测证实鲍比乔手套上的血 DNA 不属于杰夫。哦，所以法律上他终于清白了。是的，但这也让案子陷入了僵局。怎么说？因为这个凶手的 DNA 档案在联邦调查局的罪犯资料库，就是我们常说的 CODA 系统，一直比对不到结果。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凶手在1982年之后，很可能没有再犯下其他重罪，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被逮捕过。所以真正的凶手就像个幽灵一样，在社区里隐形了快40年。没错，案子就这样冷了几十年，直到2020年，帕克县警局决定要用一种全新的武器，就是法医遗传谱学。对，这个技术哦，你可能在侦破金州杀手案的时候听说过。它跟我们传统认识的 DNA 比对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等一下，所以这跟我们平常在影集上看到的那种1对1的 DNA 比对不一样，对吧？很不一样。传统的 CODIS 系统比对的是大约20个遗传位点，主要是用来确认身份。但法医遗传谱学，它分析的是数十万个遗传位点，这让它能够在像是 Ancestry 或23andMe 这种商业基因网站的公共数据库里找到凶手的远方亲戚。哇，所以我懂了，他不需要凶手本人在资料库里，对，只要他家有任何一个亲戚，可能为了寻根什么的，上传过自己的基因样本。没错，警方就能透过这些共享的基因片段，反向建构出一个超大的家族树。然后像侦探一样，从成千上万的人里面把范围缩小。完全正确。调查人员上传了手套上的凶手 DNA， 建立了一个超过12000人的家族树，最后范围缩小到菲利普斯家的2兄弟。哥哥 Bruce 从没在科罗拉多住过，而弟弟 Alan Lee Phillips 从1982年到现在，一直就住在离案发现场不到1小时车程的地方。他就是当年那个被幸运救起来的男子。这个发现肯定让所有调查人员都头皮发麻。绝对是，你可以想象，他们把这2份40年前完全无关的档案，一份是英雄救援，另一份是残酷谋杀，放在一起比对，主角竟然是同一个人。接下来就是要取得他本人的 DNA 样本了吧？对，这是最关键的一步。2011年初，警方开始对当时已经70岁的菲利普斯进行秘密审视，但他非常警觉，生活像个隐士，连垃圾都不随便扔。那他们是怎么得手的？等了5个礼拜，转机终于出现了。菲利普斯开车去了一家 Sonic 快餐店，速食店。对，
他在车里吃完，就把整个快餐袋扔进了邮局外面的一个公共垃圾桶。侦探们肯定像捡到黄金一样冲过去了。没错，他们从袋子里一张沾有他唾液的餐巾纸上提取到了完美的 DNA 样本。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整个案子的关键，最后竟然是一张他随手丢掉的速食店餐巾纸。就是这么夸张，送去比对，结果出来了，100%匹配。40年前留在手套上的血和40年后留在餐巾纸上的唾液，指向了同一个人。2021年2月24日，菲利普斯在一次交通拦检中被捕。随着调查深入，人们才发现，这根本不是他第一次犯案。哦，还有更早的。对，早在1973年，也就是案发前9年，他就绑架过另一名搭便车的女性，还用石头猛击她的头部。哇，那为什么？根据那位幸存者的回忆，他当时绝望地大喊：“我还有个小女儿！”菲利普斯才突然停手，把他推出了车外。那为什么这项犯罪记录没有在早期的调查中被发现？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因为当时的一个法律漏洞，这项严重的暴力犯罪记录竟然在2002年被合法的注销了。所以他在过去所有的资料库筛查中都被完美的错过了。没错，他差点就逃脱一辈子了。所以在2022年的庭审中，检方的核心证物就是那对橘色短袜吧？对。DNA 检测证实了一个完美的物理证据闭环。怎么说？在包比乔案发现场找到的那只袜子，它的内侧检测出了 Annette 的皮肤细胞，哇！而袜子的外侧则沾有包比乔的 DNA。这等于是无声地重现了整个犯罪过程。完全正确，他清楚地描绘了犯罪的顺序。菲利普斯先杀害了 Annette， 过程中他的一只袜子掉在他车里。几小时后，他袭击包比乔，这只袜子在两人激烈的挣扎中被意外踢出了车外。他成为了连结两起命案最独一无二的无声的证人。面对这样的铁证，陪审团只用了短短5个小时就达成了一致裁决，8项罪名全部成立。对，包括2项一级谋杀，被判处2项连续的终身监禁。在法庭上， Annette 的家人穿着印有她照片的上衣，他们等了整整40年，才等到这句迟来的有罪。但故事还有最后一个转折。在判刑仅仅4个月后，72岁的菲利普斯在2023年2月在监狱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整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最终告诉了我们什么？艾伦里菲利普斯案的侦破，绝对是刑事侦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认为这一起案件的核心是物理证据永恒的价值。即使是1982年的一只手套、一只袜子，只要被妥善保存下来，在40年后的科技面前，他们依然能开口说话。而且要归功于鲍比乔的奋力反抗。没错，是他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为自己，也为另外一位受害者安妮特留下了抓住凶手的唯一线索。正义虽然迟到了40年，但终究没有在那场风雪中被彻底掩埋。最后，这项破案的基因技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是仰赖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出于好奇或寻根的目的，自愿把自己的基因图谱上传到公共平台。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深思的问题：为了抚平过去的创伤，追讨那些迟来的正义，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用未来的个人隐私来作为交换的筹码呢？